得天独厚，山水相逢。东莞，珠三角城市中最有活力的一员。传统和现代在这里交融，人群聚散，带来滋味流转。食物的密码跟随人类的脚步，碰撞更迭，从历史深处一路走到今天。5月，珠江三角洲迎来雨季，河冲里水位开始上涨。73岁的稳叔正在教徒弟打鼓，为即将到来的龙舟赛做准备。除了打鼓，稳叔引以为傲的还有另一手绝活。子女不在身边，家中只有稳叔和老伴儿2人。但今天他准备了大量食材。一早买回的黄沙蚬是东莞水乡常见的河鲜。过水煮开，简单淘洗，壳肉自然分离。烹饪黄沙蚬，稳叔有自己的秘诀。腌制40天的头菜，风味浓郁。蚬肉一定要热油爆香，趁高温放入8成熟的米饭，继续焖制。独到的厨艺吸引了同村、外乡，甚至全国各地的人。豪爽的稳叔来者不拒，因此他家也被戏称为鹤田村大酒店。下午3点，客人数量确定，稳叔开始准备晚餐。他自己把这叫做水乡家宴。五味鵝、黃蛋、牛腩啊炆牛扒、蜆粥。饭和蚬肉刚刚焖熟，趁热搅拌，蚬肉的汁水均匀进入米饭。
饭粒包裹弹牙的鲜肉，颗颗分明，鲜香温润。嚟，最後一個菜，食飯準備。季节不同，水乡家宴的菜肴会有所调整。用自己的手艺招待来往客人，是稳叔乐此不疲的事情。从古到今，分享丰盛的食物一直是中国人联络感情的方式。在东莞乡村，它更是凝聚族群的纽带。今天是重阳节，东莞人家族团聚、祭拜祖先的日子。人们舞起麒麟，这是东莞客家人的传统。条案上摆满了锅盆，家庭的名字和成员数量被仔细地贴在锅边。排骨一條緊肉最後炒啊嘛。这项工作的总指挥叫叶伟池，今年71岁。为了今天的活动，他和80多位村民已经忙了整整1个月。客家人，祖先来自中原地区，漫长岁月的融合变迁，形成了独特的生活习惯，包括居家衣着，也包括1日3餐。盐焗源自对食物的保存智慧。骨鸡放入热盐中焖熟，肉质柔嫩，油而不腻。将调味后的馅料嵌入另一种食材，客家人称为酿。2种味道里应外合，互相映衬，口感也更加丰富。这些精心烹饪的客家传统菜肴，是为村中60岁以上的老人准备的。然而，叶伟池的工作并没有结束。祠堂后厨，今天的重头戏仍在继续。1200斤肥瘦相间的猪肉，同时开始烹煮。10多位厨师都是本村村民，组织有序，配合得当，遵照统一的配方和流程。他们要为全村人准备同一种食物。最后，加入油豆腐和猪肉，继续焖煮半个小时。龙背岭村
有260年历史。和岭南许多客家村落一样，人们恪守祖训，无论身在哪里，重阳节这天都要回到村中。祠堂外已经聚满等待的村民。肉色红亮，质地软烂，汤汁油润，这是全村人共同期待的美味。协力制作的客家焖猪肉将会分给每个家庭。在过去的200多年里，这是村庄1年1度的欢宴。今天，餐桌已不再单调，但这种质朴的食物和习惯，依然被龙背岭人保存下来。人们共享美味的同时，更多也为了凝聚亲情，沟通过往。从端午到重阳，从水村到山乡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食物一直跟随人们辗转的脚步，见证着城市的变迁，人群的聚散。今天，东莞这座城市依然容纳四方，不停迎接新的来客。倪新瑜正在上烹饪课，他所在的学校有些特别。从小学到高中的2500多名学生，全部来自中国台湾。他们的父母大部分在珠三角地区工作。认真过生活，应该3个，好，放下。有时候我也买不到。邱女士是新瑜的妈妈，和丈夫一起从宝岛来到广东，定居东莞已经11年。你吃吗？离乡日久，邱女士常常把乡愁包裹进一碗地道的卤肉饭中。热油爆香红葱是卤肉饭的引子。台湾产的米酒和酱油，则是卤肉饭的灵魂。这个调味料从台湾带过来的。卤肉的同时，邱女士喜欢加入鸡脚，让汤汁更粘稠。文火慢炖，五花肉充分渗出油脂。鸡脚焖到酥烂，卤肉刚好出锅。一碗白米饭，一勺卤肉臊，
咸淡适宜，滋味俱全。这是邱女士对童年味道的完美复制。东莞地处珠江三角洲，距离广州和深圳只有1小时车程。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仅从台湾到东莞工作生活的就超过10万人。从此，这里开始出现海峡对岸的美食。对台湾人来说，这是正宗的家乡味；在东莞人看来，这些异乡风味也逐渐习以为常。经过烘焙的红面线，煮进柴鱼高汤勾芡的浓汁，口感绵软，与卤大肠相得益彰。丸果是地道的台南小吃，米糊拌入多种馅料蒸制，每一口都有不同的惊喜。许多台湾小吃都尽量保持着原貌，被复制到东莞。我把墨汁收一下。今天是星期五，一周的寄宿生活即将结束。新瑜知道妈妈已经在家忙了起来。龙须菜、佛手瓜的嫩苗是台湾常见食材。今天这道龙须菜炒丁香鱼是邱女士家传的做法。这是邱女士尝试的新菜，生长在长江流域的藕带，在台湾很少看到。邱女士很喜欢这种清甜爽脆的口感，也从菜贩那里学来了做法。迅猛发展的制造业重塑了东莞这座城市，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在这里聚集。人流交汇，带来风格迥异的美食，并肩杂处，碰撞发酵。邱女士家的餐桌也受到了影响，变得纷繁杂糅。2个女儿回到家，开始帮妈妈打下手。羊肋排加入白萝卜同煮，去除腥膻，使肉质软烂，这是典型的西北做法。煮过的羊排继续用小火慢煎，则是邱女士从西式烹饪中得到的启发。最后撒上四川干碟撒料，鲜辣焦香。今天的晚餐跨越中西，交融南北的风味，和谐共处在新瑜家的餐桌上。近40年来，东莞外来人口增加了30倍。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，入乡随俗，模糊了他乡与故乡的界限。在食物的指引下，他们落地生根，塑造着新的东莞风味。而日新月异的城市里，传统风味也从未缺席。
每天天不亮，50岁的林建成会早早赶到菜场，只需捏一下后背，便可知道肥瘦。今天他挑了40只鹅。闹市中的小店，从林建成的父亲开始，已经有35年。每天迎着黎明开档，从未间断。弟弟负责烧鹅，姐姐管理档口。他斩鹅动作麻利，10几岁就有了“飞刀华”的绰号。东莞传统烧鹅，表皮酥脆，汁水丰盈。不过，在这里，它只是一碗粉的配角。东莞人对米粉的热爱，还要从头说起。稻米磨粉打浆，装入布袋。挤入临界沸腾的水中，迅速成型。这个动作在粤语中叫做赖，这种粉也因此被称为赖粉。粉浆的粘稠程度和手势的高低，决定了赖粉的粗细形态与口感差别。略小的锅盖可以更好地控制水温，使米粉不易煮烂，更有弹性。2分钟，赖粉成型。迅速过冷水，冲掉淀粉残渣，米粉根根清爽。珠三角各地都有赖粉，东莞赖粉的特点是追求汤底澄亮清透。它可以是早点，可以是家庭的正餐，甚至可以成为寿宴上寓意吉祥的压轴菜。在东莞，质地洁净的赖粉可与各种美味搭配。异彩纷呈的浇头，风味各异的汤底，使赖粉成为最能代表东莞的食物之一。最经典的搭配，一定是新鲜出炉的烧鹅。外皮酥脆，赖粉的热度进一步融化肥鱼的油脂，鹅肉更加丰盈。绵软幼滑的赖粉也增加几分醇香。守着50平米的祖屋，飞刀华姐弟每天卖出300-400碗赖粉，几10年不曾改变。正是这些藏身街巷中的小店，让传统东莞味道得以日复一日地滋润着这个城市。从最古旧的街巷，
到迅速生长的新区。有人坚守传统，也有人不断创新。白兰是东莞的市花，每年盛夏，城市里飘满甜美雅致的芬芳。新鲜的白兰花瓣，萃取出花露，用分子料理手法制成有果冻口感的颗粒，让慕斯蛋糕有了额外的东莞风味。西式甜品和新奇的烹饪技法，随着现代都市的发展，受到年轻人喜爱。这是酱油。还要喷吗？很好吃。一口哦，对了，更大只。一烤过。伦浩宇读书时就开设了甜品工作室，每当有新的作品，他都会邀请朋友们品尝。阿宇对甜品的兴趣源自东莞传统糖水的启蒙。广东是中国甜品最密集的地方，其中带有汤汤水水的甜品被统称为糖水，形态和搭配千变万化，充满想象力。绿豆细火慢熬至起沙，海带中富含可溶性纤维，使绿豆沙更加浓稠绵密。两味看似不相关的食材，在一碗糖水里意外合拍。红豆慢煮成泥，去皮过滤，获得顺滑的口感。一定要有陈皮不动声色的加入，红豆沙才会更加清香。流派纷呈的广东甜品和小吃中，东莞有自己独特的气质。众多甜品小吃里，有些搭配更加复杂。芋头和猪油、白糖混合，包裹口味咸鲜的韭菜、腌肉、虾仁儿。120度的油温，只需炸5分钟。形成一层松脆沙软的酥皮，咸甜酥软，在一份小小的甜品中得到统一。而最为人熟知，也最具东莞特色的就是这一道糖不辣。水煮后的糯米粉团，加入热油烧制的糖浆，不疾不徐地颠炒，糖浆均匀裹满每一粒粉团。略带焦香的糯米团，与富含油脂香气的花生碎是最好的搭档。
如今，更多店铺用一口装满浓稠糖浆的大锅，源源不断地煮着令人着迷的东莞风味。东莞的传统甜品也给逐渐成熟的伦浩宇带来新的灵感。火麻仁，这种油脂含量超过40%的植物子实，在东莞作为甜品原料已经超过100年。铁锅翻炒，火温需要精心控制，避免产生焦糊的苦味儿。精细研磨，释放火麻仁中的油脂。冲入糖浆，甜香四溢。阿宇希望通过这种方式，让东莞传统的甜品被更多年轻人喜欢。那在这里30岁的伦浩宇是土生土长的东莞人。东莞新生代大都和他一样，成长在这个城市发展最快的一段时期。传统与现代的融合，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都留下深刻印记。岭南地区是中国的烹饪高地，广府、潮汕、客家3种风味自成系统。由于地理区位的原因，东莞厨师也有自己独特的选择，风味融合的自信在作品里时有显现。七彩龙须东星斑是一道经典的广府菜，刀工精致的火腿丝、鸡蛋丝与青豆垫底，铺陈清甜的底味。温油浸熟鱼肉，内部肌理仍然鲜嫩。在东莞，厨师别出心裁。南疆、潮汕烹饪常见配料，香味复杂稳定，辨识度高。这道雍容华贵的菜肴，多了几分潮汕式的辛香。在另一道菜中，3种风味有了更加极致的和谐。壳薄肉厚的红花蟹来自潮汕南澳海域，用传统广府菜的手法淋鸡油，锁住水分的同时放大鲜味。接下来出场的是客家娘酒，这种经过火制而成的黄酒，为生猛海鲜增加了别样的风味。蒸蟹的滚烫汤汁要在几秒钟内搅入均匀打散的蛋黄，广东话叫撞。蟹汁撞进蛋液，温度、时机、力度都要精准把握。清鲜的蟹肉吸收鸡油的浓香，又被客家娘酒的温润濡染，
酒香蟹甜，淡羹油亮，层次分明。一个地方的美食格局，除了要看专业厨师的水准，更多也体现在家庭烹饪和街头小吃上。阿南和丈夫经营一家宵夜排档，每天早上，夫妇俩都会精心挑选50斤花蛤。这种广东常见的小海鲜，价格亲民，肉嫩味美。加入海盐浸泡，在渗透压的作用下，只需几个小时就可以吐净体内的泥沙。夜幕四合，街头巷尾烟火升腾。你帮衬衣裳，你要什么菜我帮你点。啊，有蒸有蒸有咸猪有鸡腿，这都有嘢食。蒸一個過一個石頭，歐界嘅石頭。阿南今年42岁，自称肥婆，和丈夫堂哥从街边摊起家，经营夜排档10几年。2个人6个火眼10张餐桌，阿南每晚负责照应食客，丈夫堂哥打理后厨。从切配到烹饪，7、8个小时不离厨房一步，平均下来每晚要出150盘菜。亚热带气候笼罩的岭南，常年高温，是中国宵夜的发源地。从炒粉、炒面到动物内脏，各有魅力。掌勺的厨师凭借长时间的反复摸索，都有1、2道拿手绝活可以独当一面。阿姨喺度食啊，陪一齊做。喂，打掌100塊。謝謝老闆，香蕉俾你嘛。阿南家最受欢迎的是菊花蛤。油、盐、蒜蓉的比例早已谙熟于心，关键在于火候。小火焗到花蛤开口，立即起锅。蛤肉自带清甜，鲜嫩多汁。新鲜的食材，用心的烹饪，打造出宵夜排档迷人的市井味道。只要花蛤卖完，阿南和堂哥就收工回家。有时是子夜时分，有时会更晚。
这样的日日夜夜，他们已经度过了14年。夫妇俩的小店打烊，20公里外，才叔刚刚开始工作。新鲜排骨剁寸段，生粉和盐让肉质细嫩，蒜油豆豉去腥增香。才叔每天都要重复同样的工作。午夜深巷，门口等待的人越来越多。这间小店是东莞的深夜食堂，不过7、8张桌子却已有30年的历史，期间食客从未间断。吸引他们的只有才叔的这道招牌食物——排骨饭。晚稻鲜米冲入90度热水，直接上锅，不但能缩短蒸制时间，也让每一粒米晶莹饱满，从外到内保持同样的弹韧。才叔没有学过专业烹饪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，全部来自几10年的经验。15分钟起锅，米饭刚好熟透，排骨嫩滑适口。淋上一勺经过调味的猪油，米粒保稀汁水，油香扑鼻。客人依然络绎不绝地到来，周围遍布的工厂，流水线还在运转。过去几10年间，中国的经济奇迹离不开这些忙碌的双手，也离不开这座昼夜不眠的城市。对辛苦劳作的人们来说，一碗排骨饭既补充能量，又有美味的享受。今天准备的200份排骨饭即将卖完，食客逐渐散去，但才叔并没有打烊的意思。和往常一样，他端出了事先留好的几份排骨。几位老人如约而至。他们是才叔多年的朋友，
年轻时就习惯在这里吃一碗排骨饭，为一天的劳动做好准备。财叔的小店坐落在麻冲镇，中国重要的香蕉产区之一。从前，大部分本地人都从事香蕉种植和交易。蕉农的工作每天从凌晨忙到下午，天亮之前享用一份排骨饭，对保持体力至关重要。这便是财叔家深夜食堂的缘起。一餐饭，一壶茶，与老友叙旧聊天。老人们不再为生计奔波，但多年的作息习惯一直保持到了今天。30年，足以改变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认知。但无论城市如何变迁，总有人需要一份深夜的温暖。通宵不眠的小店，勾连着东莞几代人生存创业的过往，在这座迅速变化的城市，显得弥足珍贵。又到周五放学，邱女士照例为家人准备好了丰盛晚餐。伦浩宇继续在传统甜品启发下研发新的作品。寻常街巷中的食物，伴随东莞的变迁，离合聚散。这座有1700年历史的城市，从香料凡市、硝烟之地、世界工厂，发展成如今的创造之城。无数人在这里启程、落脚，生生不息。东莞，这场广阔的盛宴，星月流转，风味长存。